美国国防部在玩什么把戏呢？第一，他在玩伤亡定义，明明是重伤，我把你定义成轻伤。然后第二，他玩的另外一个把戏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叫做非敌对因素。所以只要不是伊朗人亲手杀的都不算，被友军击落的，自己不小心掉下来的，那么各式各样的这个伤亡。明明就在这场战争当中，明明就应该要算在战损里。他现在告诉你，只要不是伊朗亲手杀的都不算，间接杀的可能也不算了。所以在这种游戏规则的情况之下，他玩起数字游戏了。那当然看起来这样的一个战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可笑滑稽的一个数字哦。今天有关于美伊战事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我们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先来看到第一个。伊朗疑似利用手机漫游就可以立刻定位美军的所在位置。现在说呢，美军基地恐怕已经遭到伊朗的全面监控了，而且呢，靠着飞弹系统等等就可以完全的命中美军的目标。但是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统计说，美军的7月份伤亡只有1个人，大家觉得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黑数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川普不止扬言他要轰炸军事基地，还点名说他的下一波攻击目标。已经说了，就是当地的基础设施，甚至不排除要来夺岛哈格岛，就是伊朗的石油命脉哈格岛。他真的敢这么做吗？会不会造成更严重的美军伤亡呢？第三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中国大陆在这背后的角色，因为呢，现在根据媒体报道。拍到了中国大陆的货机接近伊朗后，开始集体关闭了应答器。如果北京真的如报道所说的有提供雷达或者是防空系统，接下来甚至是一些军工物资，那么接下来对于伊朗的战力又有多大的提升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中东的战火完全没有降温，现在走向了更危险的地方。赶快来看到最新进度。这个是美国的中央司令部在14号下午再一次的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空袭行动。这一次攻击的地点包括了阿巴斯港，还有这个格什姆岛等地方，这些地区都是靠近这个荷姆兹海峡的军事设施。伊朗的官媒也证实，美军确实有发动这一波攻击，打到了当地的一座瓶装水的工厂，还有格什姆岛都遭到飞弹的袭击。不过伊朗立刻是展开了大规模的报复行动。他也说了，他攻击的目标包括了靠着多枚的飞弹跟无人机飞向了巴林，还有科威特、约旦美军基地，还有包括了第5舰队的总部都遭到摧毁。我们来看到一些细节的部分。革命卫队说的，包括巴林武装武器的仓库呢，在这边的卫星系统还有雷达系统，美军的宿舍、第5舰队爱国者系统还有预警雷达都遭到摧毁。再来呢，约旦当地的空军基地也是包括它的关键设施跟美军的驻扎地也都遭到了严重的袭击哦。那么战火我们看到不只是在这些基地而已，还甚至延烧到了民航去了。民航的部分，我们来看到是来自于欧盟的航空安全总署特别针对于这一次的冲突，已经要求了所有航空公司要避开这些地区，当中包括了巴林、科威特、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以及阿曼湾。被说呢，因为军事行动在这些地区已经是高度的风险了。在这样子紧张形势下，川普再一次的放话，点名说，如果在伊朗继续的打下去，他的下一波攻击目标已经是到民用去了，包括了当地的发电厂、桥梁等重要基础设施，甚至不排除派地面部队来夺取哈格岛。但是立刻《纽约时报》做了一个评论，他认为川普的种种行为恐怕已经触犯了战争罪。CNN 的分析师也特别做分析说，川普啊，你确定吗？这个地面部队如果真的派进去哈格岛的话，伤的是你自己美军啊，你这个美军的人命恐怕呢会非常的严重，遭到非常严重的战损。但是有一件事情很吊诡，我们刚刚提到了，从7月份美军做了一个统计到现在，刚刚说了，这个伊朗它是可以靠它的卫星定位。它是可以靠它的手机定位去知道这个美军基地在哪里的，但是呢，没有想到美军的战损7月以来死亡人数只增加了1人，大家就在看说这个是不是一个黑数呢？刚刚讲的嘛，国际手机漫游就可以追踪美军的定位了，所以伊朗的战力好像看起来比想象中还要更大哦。那么委员怎么看美军公布的最新的伤亡数字？有关于这个另外一个夺岛的部分。川普真的敢派地面部队去夺岛吗？那你有什么看？
对，我想美国国防部在这个开战到现在，他们所公布出来的数字哦，其实一直引起外界高度的质疑哦。那么我还记得当时赫格塞斯出来讲说，他们受伤的官兵大概有400人，而且90%都是轻伤。当他一讲完之后哦，美国的2个媒体哦，一个是 The Intercept， 一个是 CBS， 就联手做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只举了一个例子就好了。他举什么例子呢？他举的是今年3月1号，这个美军基地在哪里呢？在科威特的苏艾拜港，它的工作站，当时只是被一架这个伊朗的自杀无人机攻击。在那一次的攻击过程当中，美军当时公布的伤亡数字是这样：死亡6人，然后受伤20余人。但是呢，这些人都是轻伤。当这个讯息一公布出来之后，当场在现场受伤的官兵跟家属就跳起来了。其中有一个官兵，他说他全身都被这个碎片击中，然后呢脑震荡，将来听力受损，然后这样叫轻伤。另外一个面部受伤严重，就军方报说只是面部擦伤。所以对这些官兵跟家属来说是情何以堪的事情了。那你更不要讲说，大家还记得吗？那个时候福特号失火，福特号上200名水兵哦，全部紧急送医，因为呛伤跟这个碎片割伤。200名水兵也没有算入战损。所以美国国防部在玩什么把戏呢？第一，他在玩伤亡定义，就是明明是重伤，我把你定义成轻伤。然后第二，他玩的另外一个把戏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叫做非敌对因素。所以只要不是伊朗人亲手杀的都不算。被友军击落的，自己不小心掉下来的哦，那么各式各样的这个伤亡，明明就在这场战争当中，明明就应该要算在战损里。他现在告诉你，只要不是伊朗亲手杀的都不算，间接杀的可能也不算了哦。所以在这种游戏规则的情况之下，他玩起数字游戏了，那当然看起来这样的一个战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可笑滑稽的一个数字哦。那么我觉得伊朗第二点我要讲的是，伊朗很聪明哦。就其实伊朗它真正的目的不是杀美国大兵，你杀太多的美国大兵，你就会激发起美国社会的同仇敌忾了。所以伊朗真正的目的是摧毁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这才是他的目标啊。他如果真的要杀美国大兵，他就不会来一个什么慢速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是那种低阶导弹，让美国的这个各基地的这些官兵可能有几分钟甚至几十分钟避难的时间了。他可能会用别的方法。可他的目的不是要杀美国大兵啊，美国大兵杀不完的。可是美军基地可以摧毁殆尽，这才是重点嘛。因为你只要把美军基地摧毁殆尽了，他掌握了主场优势。那美国的兵力要怎么投送呢？美军要轰炸他，没有基地愿意让他使用，欧洲的基地不让他使用，中东的基地都被炸得一团烂。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军要如何能够轰炸它？所以我记得我们前几天在节目说过，如果现在大家看到现在在波斯湾上空，美国有11架加油机在那里，为什么有11架加油机？因为都要长途奔袭啊，因为近距离的军事基地都不能用了。所以伊朗的目的是摧毁基地，不是杀美国大兵。所以这个数字对伊朗来说根本不算什么，他一点也不在乎。那你说美军敢不敢打地面战？其实美国如果打地面战，就是敲响了美国的丧钟了。我们不止一次讲过，以伊朗的地形全面都是高原，美国今天如果要打登陆战，2次世界大战之后第一次打登陆战，他要从哪登陆啊？哪里可以登陆？登陆上去都是高原，然后现在是伊朗最热的时候，伊朗的人民都要到傍晚5点才会出来工作了。然后美国大兵现在酷暑之下晒着大太阳在高原上行军，这美军可能吗？然后更不要讲到说美军只要打地面战，哪怕是哈格岛都会有很大的伤亡哦。他们现在搞粉饰太平的游戏，不就是怕造成太大的伤亡，引起国内的反弹吗？各位知道现在2个地区，美国跟伊朗。这个2国的人民的战斗意志是不一样的。美国人民是大部分是反战的，60%以上都认为这场战争够了，别再打了。可是伊朗不是啊，伊朗你光看他们送哈米尼那几天，从7月4号到7月9号的那6天，2000万人走上街头了。所以对伊朗人来说，他们不怕死啊，他们现在要的是跟美国讨一个公道回来。所以如果今天一旦打了地面战，美军的伤亡一变大，那么川普就要面临国内更大的反弹的声浪跟压力了。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一点都看不出来川普有这个能力去打地面战，而且大家都了解，会叫的狗不会咬人哦。那么川普叫了好几次了，那么没有一次真的采取过行动的。
好，那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纪文总编。另外，我们刚刚看到说，这个伊朗的最新的它的战术，包括透过手机定位 GPS， 然后去攻击伊朗。不过现在看起来7月份的伤亡数字，我们再重复一次，美军说只有1个人。那纪文总编又怎么看？刚才委员分析这个战争黑数这个问题，当然是这个也有可能啦。那另外我认为也有一个可能，就是美军的防御力可能增强。特别我们都知道，那这次和美以伊战争这个38天的冲突不一样，属于一个零星，而且没有这个大规模运用各种武器，然后进行一个饱和攻击。像38天的战争，我们知道伊朗动用的武器除了无人机、普通的弹道飞弹以外，它还动用高超音速这个弹道飞弹，而且采用饱和式这种攻击。但这种模式在这次的美伊冲突里面，我们并没有看到伊朗采取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反击。再加上之前美国因为波斯湾区域这个美军基地，包括爱国者飞弹，还有各种防空武器、弹药等等不够的部分，那尽量从美国其他地区进行快速的补充。也因此，我个人认为，包括爱国者飞弹，还有其他的一些防御系统，它的量应该跟38天的战斗里面要大量消耗、大量耗损。其实这个等级是有很大的差别，就是美军的防御能力应该会比之前要好很多。另外，我们知道这个乌克兰在美以战争冲突初期，那包括应美国的要求，还有波斯湾地区国家的要求，要援助一些反无人机的技术和一些装备。那我们知道乌克兰的反无人机技术是很好的，比如说他这几年研发出一种 P1SUN。这种很简易，几百块大概500块美元吧，是，然后发射可以有效拦截见证者136这种无人自杀这个攻击机。因此，我很相信，包括美军基地还有波斯湾这些国家，应该是接受了乌克兰类似的援助，也因此在反无人机手段和装备上来讲，跟之前38天战斗的时候，应该这个方面要好很多。也因此，总体来讲，我认为。除了人员伤亡这个黑数，美军有可能刻意隐瞒，或者不同的标准设定不同的标准来这个调整它的伤亡数据以外，它本身在波斯湾地区基地的防御能力应该获得比较好的增强。而且看这次战争模式属于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大家都没有给对方致命的一击，不寻求最大的伤亡，然后打的。主要目的是给予谈的这个部分施加一些压力，因此那相对来讲都是算比较有限度的打，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即使美军可能隐瞒了一些伤亡的一些黑数，但这个战争本身它的强度还是与之前38天有很大的差别。好。那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有没有中国大陆的帮忙来协助伊朗增加战力呢？好，最新消息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多架的中国大陆的运输机飞往伊朗的途中关闭了应答器，这是来自于伊朗的反对派最新的声明。他说，中国已经向伊朗提供了雷达跟防空系统。电讯报也质疑，从中国大陆起飞的3架747的货机飞到接近伊朗之后，从雷达上面消失了。质疑北京正透过情报运输跟它的军事设备来协助伊朗。如果真的是这样子的话，对于伊朗的战力有哪一些方面的提升？那接下来对于这个美伊战事的影响，干哥又怎么看？好，大家知道不管是货机或者民航机你都要经过这个国际民航法的规定，因为你起飞之后你要报告你的目的地，所以你的询答器就我们讲过嘛，就是 transponder 一定要打开的，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追踪。那我们就认为你是不是发生了7500事件被劫机如果你是没事的话，你一定会打开的状态。那结果这3架747货机从中国起飞之后，它报的目的地是哪里？你知道？卢森堡，它要飞去卢森堡。但是它飞去卢森堡，你知道中国的这个机场起飞之后，一定会经过青藏高原，对不对？然后进入中亚，然后呢，它在这个接近伊朗的时候。他突然询答机关掉了，不晓得这3架飞机的雷达那个讯机全部都消失了，不见。这3架飞机为什么到了伊朗附近就
再也追踪不到。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民航的国际民航组织里面现在还在问这件事情。所以这3架货机到底去了哪里的不知道，因为没有人会告诉你它去哪里。所以大家就很怀疑说，因为美国的智库就认为这个就是停在伊朗，这就是停在伊朗，就是载了不知道什么东西才会抵达伊朗附近的时候，它的雷达的寻达器就消失了，而没有真正飞到卢森堡。好，那我们先来看哈，民用的不管是巨无霸啊，其实巨无霸它虽然是很大的飞机，但它仍然是民航机，它是货机，它不像如果今天它是运20，那就是军用运输机了，它的系统装载完全不一样。所以说，这个747货机它最有可能携带的是什么？它携带的是雷达零组件以及一些支援的装备啊，它是可以载的。但如果说你要把整枚这个，比如说飞弹或是燃料系统装进去的话，那不能够用货机，那必须要用这种中型战略运输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这件事情，我们就会觉得说其实老实讲，是见怪不怪了。也就是说，其实这个中国跟俄罗斯在许多方面都提供相当的情报给伊朗，不然伊朗没有办法找到科威特美军的正确的基地所在，然后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去攻击。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能够理解的。很多方面的讯息跟情报都是由中国所提供。更重要的一点，在亚丁湾上面，我们突然发现了一艘船，那艘船叫做天狼星号。天狼星号是什么船？是中国最先进的情报船，其实应该讲间谍船了。有3个大圆球，像气象雷达一样。这艘船上万吨，所以你就想到，原来在这个船已经开到了亚丁湾，已经要进入波斯湾了。所以大家就晓得说，其实伊朗会有很多数据，它从哪里来的？它不可能是由伊朗自己本身能够获得的。这中间也经过了很多盟邦的支援，也就是中国跟俄罗斯。大家所以能够理解说，其实老实讲一句，中国货机飞到德黑兰去，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那是为什么？因为还要用747来不要引起国际的侧目。等到哪一天真的飞过去的是运20或是1流升76这种专用大型战略运输机的话，那就是我们直接支援伊朗，那就是跟美国直接干开了。没有什么好多说的。那一天会不会到来？会。如果川普你要再这样子胡说八道下去的话，中国就真的派战略运输机过去，那时候你就不要废话了。我们要来看到美伊战事最新消息，就在哈米尼的国葬之前，我们看到其实呢，现在伊朗的火药味全面的升温。来自于伊朗的议长公开已经号召了全国的民众说呢，我们一起把这场丧礼变成一场全民的复仇总动员哦，说呢要一起来对美国来做威胁哦，并且伊朗的军方警告美以，如果呢在丧礼期间，美国跟以色列任何一个国家敢在这个时候发动攻击的话，一定会做严厉的报复。那不排除现在说呢，伊朗有可能做的是不是圣战呢？更震撼的事情是我们来看到，超过伊朗当地70%的民众赞成要把川普跟纳坦雅胡列入在暗杀名单当中。也就是说，如果在丧礼期间，美以真的敢发起任何的动作的话，圣战是不排除可能会做的事情。我们再看到美国另外一头画风则是完全不一样哦，来自于军事媒体战区特别做的报道，是不是美国现在希望赶快退出在这一场美以的战争当中呢？我们先来看在美国方面的军事行动，再来等一下看一下美国的政治上面的态度。军事行动上面，我们来看到美军已经正式的撤出了6架 B-52轰炸机，撤出是美军在中东最大规模的一次兵力的抽离。除了 B-52撤出之外，我们看到许多的主力攻击机，包括了A10攻击机、F-22的战斗机跟
F-15E、打击鹰等等的主力战机也相继的撤离当地了。刚刚讲了，这个是在军事上面的动作，可以看出美国的态度。在政治上面，确实美方也正式的表态了。副总统范斯他直接说，川普不想让美军再次的重返战场。伊朗总统也呛瞎说，确实哦，在军事上面撤出，在政治上面退让，在金融上面也有所让步了。美军已经呢冻结了部分的金融跟外汇的限制，对于伊朗开始做松绑了。那么伊朗谈判代表继续喊话说，接下来美伊谈判有没有可能成功，取决于你美国给的态度是什么。愿不愿意给伊朗更多的承诺？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伊朗把哈米尼之死现在是转化为全民的复仇运动吗？另外军事的动作 B-52的撤出，还有金融上的松绑，代表说美军急着撤出中东，要对伊朗全面让步吗？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厉将军怎么看？哈梅内伊这次的国葬其实是很危险的一个时刻这个我认为以色列来讲的话，他当然这么大好一个时机，他跟你讲什么武德我觉得他动手机会是很大的因为在哈梅内伊如果国葬的话，那代表他的儿子穆吉塔巴应该是会参加他父亲的丧礼。就以色列来讲的话，他已经公开放话过了，他要暗杀，他还是要斩首这个穆吉塔巴。那如果穆吉塔巴出现在哈梅内伊的丧礼上面，我觉得这是以色列动手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之前穆吉塔巴他几乎都没有出现嘛。那第二个，就以色列国家立场来讲的话，他最担心的就是美国离开这场战争，按住他，不让他继续打这个美国为了能够跟伊朗达成和平的协议，可能他的这个核战条件就是有一条，就是这个要全线停战，就是以色列不可以在这个黎南地区再继续打仗。那美国川普为了这件事情，因为他知道他按不住这个以色列，以色列一定会继续再动手，所以美国自己他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这个压不住以色列，现在美国自己派了美军到这个黎巴嫩南部地区，在这边想要这个担任这个维和的角色了。所以我认为这次哈梅内伊的国葬确实是充满了很多的变数在这个地方。当然我们现在看出来，美军在现在它不只是 B-52战机撤回美国去，包括它的战术型的飞机，B-52属于战略型的轰炸机，那战术型的包括 A-10攻击机、F-22、F-15等等，陆陆续续撤回去。据我的了解这个除了这几款战术型的飞机撤回去之外，美国还回了美国本土什么飞机呢？它的运油机、它的预警机都回去。我觉得如果说运油机跟预警机都撤回美国本土的话，代表美国就不想打这场仗。因为你看不管是从约旦或者是沙特这个伊朗的国土这么大，你所有的战机要起飞要对伊朗轰炸的话，中间一定要经过好几次的空中加油。那你如果空中加油机也回去了，你预警机也回去了，代表美国很明显的所有就是一个所谓的战略的转进策略走了。那你战略转进走，我跟你讲，就伊朗来讲的话，这时候一定是战略追击，对不对？这个打仗不是吃斋念佛的，对不对？你要跑，我一定就追嘛，对不对？你战略退却，我就战略追击。可是这个伊朗的战略追击，不是我指的不是战场上的战略追击，而是它是在谈判桌上面追击。我们看到为什么这个伊朗这次谈判的态度越来越硬？除了你刚刚讲的1、4、5、10、11条，这5条是否能够落实？我跟你讲，那就是看伊朗由伊朗来解释。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前2天原来说美伊双方都同意开放荷姆兹海峡，那为什么伊朗又去攻击了2次？第一次是攻击这个长荣货轮的长利轮。第2次是攻击一条货轮，为什么打这2条船？已经都讲好停战了，这个已经都开放荷姆兹海峡，为什么伊朗还打？因为伊朗说你没有按照我规定的路线在走，你走的是另外一条路线，靠阿曼这边，你没有按照我规定的路线，我规定是北边拉拉克岛这个地方，那你没有按照我规定的路线走，我就打你。代表伊朗表示的是说，整个荷姆兹海峡的掌控权在他的手上。当然我们后续看美国如果说是整个都撤退的话，
这个有一句话叫做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哈。那我认为美国不太可能在伊朗这边再一次的大动干戈，再把兵力调过来，那已经是士气衰竭了。好，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军现在在后撤，不管是在军事行动上面，刚刚将军讲的战机啊、加油机啊等等，全部运回来之外，还包括在政治上面，还有金融领域上面的让步哦。所以呢，川普刚刚讲了嘛，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部分，川普原本说要计划启动的自由计划，他眼看现在是不是伊朗已经几乎可以完全掌握荷姆兹海峡了？所以呢，他也说，这个计划就暂时不要施行。当然了，另外一个关键点还有就是沙烏地阿拉伯他担心激怒伊朗，所以他拒绝提供美国基地跟领空，让计划是完全的被迫取消了。其实呢，除了沙烏地阿拉伯之外，其实波湾国家现在看得很清楚，在这一场美伊战事当中，美国说好要保护他们，结果他们是被炸的第一线战场，包括波湾国家的这个机场啊、港口、油田、炼油厂、城市全部都炸，反而是美国自己是完全没有任何事情的。那所以《每日电报》也特别指出，波湾国家现在决定要自己绕开美国，干脆呢，我自己去改善跟伊朗的关系好了，跟这个伊朗建立比较好的区域安全机制，也代表美国花了数十年时间在中东打造的这个中东秩序出现裂痕了，所以波湾国家只好自己找出路了吗？张将军怎么看？波湾国家这些找出路，他是想到，因为在这个40天的美伊战争来看呢，他遭受迟疑之殃，遭受迟疑之殃，这个被受牵连。这个伊朗对美军驻在的这个中东地区这个国家，美军在整个中东地区战前是5万多人，然后如果加起来，到最后变成8万多人。这个住在的包含科威特、卡达、阿联酋、巴林，也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也包括了约旦，甚至还包括叙利亚、伊拉克都要算进去。那你看看，当然伊拉克、叙利亚是把它撇到外面去。那其他美军只要是有从他的驻在国起飞的这些飞机还有飞弹呢，伊朗就都报复。伊朗一报复，他们这个反导系统就启动去打，一打到弹落荒郊，炸到他们自己。那算谁的？这个战后重建，美国没有说要付钱啊，他受迟疑之殃啊。第二个，这个美国实施电子战做电子干扰，那个飞弹也迷失不掉，又炸到老百姓了。那这个美军到现在为止没有说要赔耶。那结果他们遭遇是迟疑之殃他们也不要参与啊，这个仗是美国跟伊朗在打变成这个状况，他们不愿意再继续玩下去。第二个，这些他们会认为这些如果是站在美国这一边，那就是被以色列所利用，因为以色列跟美国是站在一起的。然后现在呢，美国去打伊朗，那你们是帮以色列打，那我在帮你，那我是在帮以色列，他们就会这个样子。因为中东地区以阿战争5次。我们讲的第4次是1972年，第5次是1982年，1973年跟1982年，1982年最后一次第5次，但是其他零星冲突是不断的。那大家当初都是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去打以色列，现在我们大家同心协力去打自己的伊朗吗？伊朗当时大家都参与他的，都派阿拉伯联军呢去打以色列了。那现在我们怎么可能帮以色列去打伊朗呢？这个有这个历史背景的因素，他们想说，我不要被以色列所利用。我不要掺这一行，你要打你们不要在我这边起飞去轰炸伊朗，所以他们有这个历史的因素在这边。第三个，我们来看战后都要复建，都要重建，还有我们都要这个战后的地缘的关系，中东地区，那伊朗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要跟他修好，其他的地方是很遥远。我们要跟以色列修好关系重要，还是跟伊朗关系修好比较重要？当然是跟伊朗关系修好重要嘛。以色列，我们是跟他不搭嘎的，还没有附设大使馆呢，互派大使都还没有。就知道大家都想的是战后的问题了。地缘的关系要维持个军事，而且要恢复到历史的根由。所以他们这个地方原则上对美国来看，他也哑巴说吃黄连有苦说不清，但是原则上他们是不欢迎的。好，所以我们看到整个波湾国家开始改变态度重新希望建立好跟伊朗之间的关系。那另外一方面，有关于荷姆兹海峡呢，我们刚刚说嘛，这波湾国家因为要跟这个伊朗建立好关系，也包括他们现在呢也已经答应了，是不是说未来我们就交给你伊朗，包括这些安全保障费海事服务费，你唯一要做的就是让我们的船可以平平安安的渡过去而已。那其实我们也看到呢，真正
这一场荷姆兹海峡决胜的关键，还有荷姆兹海峡，现在美国也提出了一些让步哦，希望冻结伊朗海外1000亿美元的资金来换取荷姆兹海峡恢复通行。没有想到伊朗不甩哦，他说，荷姆兹海峡的通行不是你美国说了算，是由我们伊朗来做控制的，因为光这个收益哦，在荷姆兹海峡1年可以给伊朗的钱高达了400亿美元的收入。荷姆兹现在已经变成这个伊朗很重要的一个战略的一个核弹了吗？岳老师怎么看？解冻1000亿的话呢，只够伊朗2年半控制荷姆兹海峡400亿，这个是简单的数学，国中生就会算。对我必须要强调啊，这里头凸显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就是美国拿着伊朗在荷姆兹海峡的地位是一点办法都没有，而且这个也是最丢脸的事情。因为的话呢，这个川普在攻击这个伊朗之前的时候，荷姆兹海峡是自由开放的。那个时候呢，伊朗本身呢不敢造次，忌惮于美国的军事实力。刚刚我们讨论过无人机蜂巢攻击的事情，就全世界无人机最强的3国就是中国大陆然后乌克兰，第3名就是伊朗。伊朗现在对于波斯湾附近的这个美军驻军的话呢，包含巴林、科威特、什么卡达、什么阿联酋，乱攻击一通这个攻击的话呢，使得当地人的话呢，就是说觉得拿得没有办法，他们心里会产生2种想法，一个就是美军没用，第二个的话呢，对伊朗这边还是客气一点那欧盟本身的话呢，大家都是需要波斯湾的石油你如果没有波斯湾的油不能够稳定进来，请大家记住，如果你打开地图一看，荷姆兹海峡那个上去，阿曼跟伊朗隔得非常近它就是在岸上架了几排炮，里面就可以打到你，不管从哪走都可以打得到。那这个波斯湾这个油出不来的话，那欧洲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也非常严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发觉，因为伊朗的要求的服务费其实也就是一桶石油加1块钱，反正是加在消费者头上嘛。那为什么不确保那个油源呢？你比如说上次长荣出来的那个长利号，对不对？他没有听到他的话，里面就可以打起来了，然后以后就不敢动了。现在没听说长荣敢动了，为什么？你一艘油轮的价钱，那开玩笑，你不要打个大洞，你要怎么用对不对？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会觉得说花钱了事，息事宁人，这个就是道理。首先，我们看到第一句话，川普呢，其实这一次是在公开的场合，也就是在 G7 的时候，讲到美伊战事，竟然讲了一句话，震惊全场。他说，伊朗可以拥有飞弹。他说，从长期为什么这个川普的态度从长期的封锁到现在立场大转变呢？这当中是不是被现实给逼到让步了？导致他只好战略重置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件事情，其实呢，我们看到美伊战事到现在没有办法真的平静下来的重点原因，就是在纳坦雅胡了。范斯这时候受不了了，他跳出来痛批纳坦雅胡仍然持续的强硬的推进黎巴嫩。接下来，华府对以色列的耐心还有吗？甚至有没有可能用一些方法来逼以色列收手？比如说切断对于以色列长期的军援，或者是卡以色列的武器来逼以色列收手呢？有没有可能这么做？最后会来关心到的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伊朗现在打出了各种的谈判的筹码，不管是荷姆兹海峡，不管是有关于石油问题还有这种经费的重建，他也拿在手中。可以解读伊朗真的赢麻了吗？今天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来看到的是这一次美伊的协议签下去，真正炸锅的、最紧张的，现在恐怕就是以色列了。因为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川普在 G7 当中说的，来看到细节，他说呢，伊朗必须拥有一些飞弹。因为呢，其他国家也有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它可以有飞弹，为什么伊朗不能有呢？他还说，飞弹不是问题它是不会炸毁整个地球的。这一句话震惊了全场，因为我们知道过去数十年来，甚至在这一次的美伊战事，为什么要打的一个核心的关键之一，也是因为伊朗的飞弹长期被美国跟以色列视为中东的最大危机。如今川普的态度大转变，大家就在看说，是不是因为打伊朗的代价实在太高了，高到川普无法忍受了。包括我们看到在这一次的战事当中，美国承受的包括了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基地遭到袭击， F-35被击中，阿帕契还有 MQ-9死神无人机被打下来，连他的盟友这一些波湾国家也受到非常大的打击，包括了飞弹的攻击等等，所以川普真的是撑不下去了。那么我们看到伊朗的外长也最新喊话了，他说飞弹
也是特别提到了飞弹哦，他说是拿来发射的，不是拿来谈判的。这话说的非常的强硬。那么现在呢，以色列他也非常的焦虑了，尤其是美伊双方签的这个协议，以色列是没有角色在这当中有任何发言权的。我们来看到范斯最新也痛批了纳坦雅胡，他说呢，川普啊现在是全世界唯一一位同情以色列的伟大领导人。还说呢，以色列大约你们有2/3的防御武器都是我们美国制造，美国纳税人钱替你们买单的。言下之意就是说，是不是呢？美国有可能收手对于以色列的武器的提供呢？是可以这样解读吗？等一下我们一起来看。好，我们先来看到川普从限制对于伊朗的飞弹，到现在说，这个伊朗也可以拥有飞弹，这话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转变？另外一方面，以色列的部分持续的推进在黎南地区的这个进攻哦，那么已经惹怒了范斯跟川普，美国会不会干脆放手呢？就让以色列自己去对付真主党，甚至让真主党去打这个以色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张将军怎么看？因为伊朗这一次他的整个跟美国还有以色列之间的战争，这38天来看，这伊朗它有发挥的它3个特色。第一个，伊朗的战场经营是行之有年，经过40年的经济制裁跟武器禁运，伊朗它就做战场经营，它利用它的地形，将这些武器装备重要的地下化、山洞化，让以色列也好，或者是美国对伊朗的这方面的攻击战损相对的有限，这样子呢，伊朗的战力保存就达到了一定的程度，所以它会有后续的报复，就是这个伊朗所说的真实承诺，一批一批的打了100多次。发现那这不是被以色列跟美国炸的差不多了吗？甚至川普还讲说已经毁掉伊朗90%的战力，那结果没有90%啊，这一波一波的怎么算？那90%只是川普说的，那真正的情况，保持说伊朗的这个战场经营是行之有年，而且有相当的成效。第二个，伊朗他敢打，他敢报复。今天大家对不管是以色列或美国对伊朗打的，伊朗就去炸，他总共毁了美国在这个中东地区驻军的，不管是科威特、阿曼，还有这阿联酋、沙烏地阿拉伯，还包括了巴林，整个地区总共击毁了，对，击中了228个军事目标。所以他的报复能力是有的，那他敢打，他不怕，因为攻击是最佳的防御，不能一直防，你防那别人的基地都好啊，继续起飞，继续炸你，那你怎么办？一报复把它炸掉嘛，炸掉就是打仗就是要毁掉敌人的有生战力，所以他一定要实施报复，一定要实施攻击，以攻代守，这是伊朗做的，我们知道这个战略决策非常的明确。第三个。伊朗他不怕打，他继续打吧，你要不要继续玩？他继续啊，没有说这个38天打完了，美国如果要继续动，那继续动什么？你如果美国小动，那伊朗小报复。那如果美国大动，那伊朗也要大报复哦。伊朗都是这我们讲的对等报复，都是这样。换句话，他不怕继续打，他不会说这个38天打完了，他自己就有所禁止，所以有所限制。所以美国没有一击奏效，没有一鼓作气。美国过度乐观，让伊朗这方面有了底气了，没有让伊朗在战争意义上屈服，所以伊朗在后续的谈判就能跟美国分庭抗礼，而谈出这个对伊朗比较有利的 MOU 谅解备忘录。好，我们看到伊朗有各式的底气哦，所以现在呢可以跟美国来做这个谈判。那另外一方面，可是呢，美国想要停手，关键点也是以色列的部分要停手啊，因为我们知道呢，这个以色列呢持续的对黎南来做推进。那刚刚讲了嘛，不管是川普或者是副总统范斯都非常的火大，要求以色列停手。但是呢，美国可以怎么让以色列停手呢？会停止对以色列的军援当作是一个卡关的一个手段吗？那另外一方面，纳坦雅胡真的也愿意停手吗？一方面他还要面临国内的这个官司、贪污的官司压力，那他有没有可能为了延续政治生命继续打下去？有没有可能？那厉将军怎么看？川普终于认清了纳坦雅胡是一个渣男，是一个骗子。这个原来这个。跟伊朗是在2月26号的时候，在瑞士日内瓦谈判的时候，其实以上的台院都谈得差不多了。
结果没想到2月28号，我们都知道那天川普突然被纳坦雅胡骗了进去打了这场仗。好，我们联手来把伊朗推翻掉。我们现在斩首作战。我有最新的情报，他们今天所有高层都集中在那边开会，我们一口脑把它炸掉以后，伊朗政权就推翻掉了。川普一听，有道理哦，这个这么好的一笔生意，那当然就加入一打。好，打了1个月以后，我们现在回头来看这个月过程是怎么样？不是都美国在打吗？战损都是美国在付出的啊。以色列有什么战损？美国光战机包括到无人机，总共被毁掉了45架，大概我算过大概45架。那美国从这个韩国这边调动它的萨德系统、爱国者去协助伊朗防卫。总共打了200多枚，为了防卫以色列，美国打了200多枚的爱国者导弹。那以色列自己打了几枚呢？他大回头是打不到100枚，那是不是美国在保护以色列？都是美国在花钱。再来，我们讲美国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少？我们现在不管是川普自己面临的国内的通货膨胀，包括他们自己在波斯湾地区的基地都被打了。那攻击型的武器，他打的更多，花了多少钱？光战斧型巡弋导弹1枚要300万美金，美军我算了一下，他大概打了900枚，之前说850，后来那天又补了49枚，将近900枚，1枚300万，美国花很多钱去打的这场仗，动用了两个核武战斗群。那试问一下，大家回头去看。伊朗有什么战损？伊朗好像没有什么战损了。伊朗现在急着就是想要把美国再拖入这场战争里面，让他不要脱身。那纳坦雅胡为的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嘛？这场仗只有继续打下去，他才避免他的这种贪腐的官司在自己国内受损。他可以借着国内还在战争的这个理由来延续他的政治生命。所以我觉得这次川普很清楚看出来纳坦雅胡他的目的嘛。那你现在继续在那边，在黎巴嫩南边那边继续发动这场战争。来这个让我没有办法跟以色列来进行所谓的和平的和谈的协议所以那当然川普会非常的生气，所以我觉得这场战争很明显看得出来，川普就从这场战争里面他也看清以色列的这种纳坦雅胡就是一个渣男，就是一个骗子，陪他去打这场仗，害他亏了这么多。好，那我们也来看到说，那美国没有办法停手，因为有以色列嘛。那所以呢，我们现在也看到说，那美伊现在双方要签这个 MOU， 到底对谁比较有利？因为也有外媒直接说这个伊朗是赢麻了，真的可以这样子形容吗？我们稍微来看到一下，这一次呢，这个协议签下去之后，可能有许多的条件是对伊朗相当有利的，尤其是在经济这一方面。来看到的石油的部分，接下来一旦恢复在战前的这个出口量的水准的话，伊朗年收入可能就会突破600亿美元，这是来自于最新的估算，换算新台币1.9兆元。另外呢，超过1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伊朗的海外资产会被解冻。再来就是美国这边上次我们提到了承诺说3000亿美元要帮助伊朗做这个重建的计划，伊朗也可以拿到。再来就是荷姆兹海峡在前60天免收费，但是从这60天之后就会转为制度化的收费制度。现在呢，不只是外界批评川普，我们看到许多的共和党员也非常的不满川普，认为他是巨大的外交政策失误。当然了，川普是不会承认的。他回应说：“我不想成为胡佛，让战争拖垮经济。”等于说，他现在也承认了，美国现在内部面临非常严重的，不管是石油啊、股市啊、通膨、经济的各式问题。汉庭怎么看？这个哪有那么容易去拿捏川普呢？你看川普在其他的 G7 国家有给任何人好脸色吗？没有嘛，终归还是实力原则。那全球都看懂，就是美国输了。今年呢，在我们农历年来说叫丙午年，所以美国签的就是丙午条约。甚至呢，这是美国签的一份悔过书。你看，这川普过去多嚣张狂妄，把我的世界当中没有国际法啊，除了我的意愿、我的拳头之外，没人可以约束我。但是现在 MOU 的第一段文字，美国自此承诺不再对彼此发动任何战争或军事行动，也不以武力或武力威胁，连威胁都不可以。所以美国已经退让到不能再退了，而且也正式宣告，自从1979年之后美国大概每一个总统都有打伊朗跟灭伊朗的梦，现在也正式告吹了。所以美国呢，不仅说不要去摧毁伊朗的导弹，川普还说可以拥有飞弹，也要同意解冻伊朗的所有的资产，还要再送上3000亿美元重建。不管川普怎么解释啊，这个不是赔款啊，那这也不是美国的钱啊，是别的国家要出钱啊。那
把它包装成投资啦、重建啦，刻意淡化赔款。但是根据 MOU 的内容和资金的用途，事实就是你美国为了要结束这场战争，补偿伊朗的损失，不得不逼迫你的盟友，然后来投资3000亿美元。你就是以重建之名来行赔款之实嘛。所以美国花了750亿美元对抗伊朗，然后又花3000亿美元重建伊朗，为了啥呢？就是为了要开放赫姆兹海峡。那在战争之前，它本来就是开放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讲回那句话，就美国帝国主义啊，就不讲理，凡是能不讲理的地方一定不讲理，如果能讲一点理，一定是被逼得不得已了。让我感慨，老美的衰退速度真的堪比光速，能够打仗打到让老美赔款，这在我小时候幻想中觉得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没想到2026年就实现了，而且还是伊朗让它实现的。那当然未来呢，你说这什么3000亿啊，会不会完整的兑现啊，或者能不能兑现一部分，这不知道。但不管怎么样，只要是白纸黑字写在条约当中的，还签字了，这个钱最后来多少都不重要，因为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面子跟里子都输光了。要知道神是不能流血的，神全能的神，世界的灯塔，然后呢这个了不起的美国霸权，现在呢竟然已经在正式对伊朗吞下苦果跟惨败。一旦美帝走下神坛，就是美失其路，天下共逐之。